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不要低估花露水的杀伤力，除了驱蚊，它还有你意想不到的用途。我从小就以为花露水只是用来驱蚊的，从小到大，到了夏天，为了防止被蚊虫叮咬，出门的时候，奶奶总会在我身上喷一些花露水。花露水的味道格外清香，带着一股淡淡的薄荷味，还格外凉爽。如果你只是用花露水来驱蚊，那就太小看花露水的作用了。很多花露水里含有薄荷脑、冰片、人工牛黄、金银花提取物以及蛇胆提取物等成分，具备一定的药用价值。别低估花露水的杀伤力，除了驱蚊，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用法和省钱的妙招。99%的人都不知道，花露水还隐藏着这些用法。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。第一个妙用就是我们的手机。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用手机，长时间使用后手机容易发热。这个状况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最为明显。当手机一发热的时候，运行速度也会变慢。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一张创可贴，接着在创可贴上面喷上一点花露水，然后贴在手机的背面，这样可以帮助手机降温。因为花露水含有酒精，具有挥发性，能够帮助手机散热。第二个妙用就是快速去除快递上面的信息。我们网购买商品的时候，都会以快递形式送到我们的手中，包装上会印有收件地址和联系电话等信息。尽管信息不一定完整，但是你如果直接丢弃的话，仍可能被心怀不轨的人利用。因此，在丢弃快递包装前，应尽量清除其中的个人信息。可以在重要信息处喷洒花露水，静置3秒钟后再处理，然后用餐巾纸在上面轻轻地擦一擦，上面的字迹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原因是花露水里含有的成分能够对热敏纸上的字迹产生化学反应，迅速将其清除。现在大家看一下，上面的重要信息已经被我完全的擦拭干净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再把包装盒扔掉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第三个妙用，先在碗里挤出一段牙膏，量不要太多。接下来把花露水给它打开，然后倒入牙膏当中。倒好之后，这里我们再加入水，水温大约在20到30摄氏度之间。如果用冷水，牙膏不容易迅速融化，所以尽量使用温水。再倒满1碗水，接着开始搅拌。建议用手指搅拌，若用筷子，牙膏它就会随着里面的水一起飘荡，从而达不到融化的效果哦。因此一定要用手指按着牙膏来搅拌，直到牙膏完全融化为止。这样就差不多完成了。接下来找出一个喷壶，用一个大碗来接住喷壶，以防溶液溢出浪费。把调制好的溶液倒入喷壶中，这样就不会让溶液洒到地上而浪费。然后把喷壶再翻过来，将流出的溶液也一并倒回喷壶。最后拧紧喷头，再提起喷壶，用力摇晃几下，这样就完成了一瓶溶液的调制。至于这瓶溶液该如何使用，同样非常简单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我们可以在洗碗池或者下水道之类的地方给它喷洒上一些溶液，这样不仅能去除异味，还能防止异味残留，从而不容易吸引蚊虫等。当然了，像家里面的垃圾桶附近也可以喷洒上这个溶液，烟灰缸附近也可以喷洒这个溶液，都是非常不错的哟。
第4个妙用，厨房的燃气灶上面非常的脏，油渍也很多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灶面喷洒一点清洁剂。找来一条毛巾或纸巾，很轻松的就可以将燃气灶上面的油渍清理得干干净净的。清理完之后，灶面还会散发一股清香味，哪里脏就喷哪里。喷完之后再用毛巾擦一擦就干净了。看看刚才油腻腻的灶台，现在变得焕然一新。第5个妙用，清理手机。手机用了一段时间后，屏幕上往往会布满指纹，有时候还会觉得非常的油腻，不清洁。研究显示，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其实比马桶上的细菌还要多哦，十分肮脏，不卫生。大家可以直接把花露水喷一喷，在手机的屏幕上，然后用纸巾轻轻擦拭。花露水含有酒精，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而且容易挥发手机的屏幕的指纹印和污渍，一擦就干净了。希望大家看得清楚，保持非常的清洁。第6个妙用，驱除螨虫。不管我们的沙发上还是床上，在每年春季的潮湿时节，螨虫往往较易滋生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在洗床单或者是沙发套的时候，可以加入花露水，不仅能够起到一定的清香味道，又具有一定的除螨作用。我们还可以把花露水把它倒在一个一次性的碗里，按1:1的比例加入等量的白开水，搅拌均匀后使用，将其装入一个小喷壶中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的喷壶一定是喷雾状的，然后给它拧好盖子。每天在我们的沙发上给它喷一喷，也在床上喷洒一次。每天对枕头、被子和床单进行喷洒，在沙发床垫下面喷一喷，这样不仅能减少异味，还能有效去除螨虫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些花露水的小妙招，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？是不是很简单，也很好用？希望大家都能掌握。家里有花露水的朋友，大家不妨试试看这些方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